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来看看睡眠跟情绪之间的相关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就是真的睡眠剥夺过几天的经验？那理论上来讲睡眠剥夺几天之后啊，人一开始会呈现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然后但是之后可能慢慢的会走向一个忧郁的情况。我想我们都知道，长期睡眠不好或长期失眠的病人，他们可能会发生一些忧郁症或焦虑症的共病。但其实短期的睡眠剥夺，相反的可能可以反而提振一些精神。所以过去啊，在有一些忧郁症的治疗上面，我们可以利用短期的睡眠剥夺，然后让病人的情绪反而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点。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部分稍微来看一下，说睡眠跟情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的是情绪的一个反应性那过去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是提中间的几个那其中有一个是在2012年Minko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那个研究只是剥夺了1个晚上的睡眠。那剥夺1个晚上睡眠之后的受试者，他们在主观上面啊都会抱怨说可能压力感会增加，焦虑度会增加，情绪低落的状态也会比较严重一点点。不过这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用睡眠剥夺来治疗忧郁症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稍微继续往下看。那在2011年Anderson 跟 Platon 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即便只是1个晚上的睡眠剥夺，隔天可能在个案身上他们就会造成冲动控制变得稍微差一点点，也就是冲动性会增加。那过去有人把它跟比如说自伤或伤人这2件事情做一个连结，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在精神医疗上面是重要的我们如何去降低自杀或者是攻击别人的比例，可能可以从这个部分稍微做一点点的着手。那至于为什么情绪的反应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效应呢？那在睡眠剥夺之后，我们的情绪为什么会出现失调的状况？那在大脑的神经生理里面，可能是因为跟杏仁核活性的增加，还有我们讲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它跟附近脑区的连接降低，可能有一些的关联性。那其实在2014年 Goldenstein 跟 Walker 他们做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发现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够或者是睡眠剥夺的话，他们在他们的脑的生理区块会造成一些特别的效应。比如说他们在 subcortical limbic 跟 striatal responses 就是在皮质下的边缘系统还有纹状体的反应都会变得比较夸大化一点。那另外是在我们讲前额叶的活性还有前额叶附近脑区的连结性可能也会稍微比较减少一些。可能这都是跟情绪反应失调一些病生理有关的一个可能的机制。那另外我们可以来看看在于情绪的辨认跟情绪的表达上面，我们如果真的做了睡眠剥夺，会不会对这2个部分有影响？那过去的研究的确告诉我们说，假设我们人在睡眠剥夺的状况底下，我们对于别人脸上表情的辨识的能力事实上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不太能够在睡眠剥夺之后像平常一样清楚的去解读别人脸上的表情的线索。那在2011年Minko 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也发现说，不只是我们在解读别人表情的情绪线索的能力降低，我们连自己的情绪表达的能力都有下降，都有显著的下降，就是在我们的睡眠剥夺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说跟情绪有关的记忆，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得谈谈快速动眼期睡眠。那快速动眼期睡眠跟情绪记忆的长时间的固化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大的相关。在2009年尼须达他们做的研究发现说，在这个跟情绪有关的记忆固化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快速动眼期睡眠的总量，以及我们多快进入快速动眼期的这个潜伏期，然后来做一个精准的预测。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快速动眼期其实主要的脑波活性是西塔波。
那我们可以看在前额叶的西塔波的活性的总量，也同样的可以来做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情绪记忆固化的预测。那2013年有一个研究是说，可能我们在讲压力荷尔蒙，就是讲glucosteroid cortisol 这个部分可能跟这个整个历程有相关。那不过我们知道 cortisol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昼夜节律的改变。那可是后来发现说，可能我们在这种情绪记忆的固化的时候，跟这个昼夜节律改变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相关。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cortisol 可能参与部分其中的历程，但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者的角色。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也因此透过这些研究 Goldstein 跟 Walker 他们在2014年他们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假说。那个假说是快速动眼期睡眠对于情绪恒定的一个假说。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假说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事件之后，那在强烈的情绪事件之后，我们的快速动眼期睡眠它可以帮我们就是解决这种比较强烈的情绪。那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overnight therapy 就是一种过夜的治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类似的经验可能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生活事件，然后影响了很大的情绪。当你睡一觉起来之后啊，你会觉得整个状况会改善很多，情绪的反应度不会像前一天一样那么的严重。好，我想这时候我们的快速动眼期睡眠可能在当中扮演了部分帮我们解决掉情绪的一个角色。那第二个假说是在之前那在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明显的情绪过后，一个明显的情绪生活事件过后，我们接下来对于其他的生活事件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对于接下来的生活事件我们的快速动眼期睡眠事实上会帮助我们去做一个重新校正。那重新校正什么？重新校正我们大脑反应的一个敏感度。那另外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我想一个非常有名过去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忧郁症的病人身上，他们在睡眠当中脑波会有一些改变，他们的睡眠的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说我们的快速动眼期睡眠的潜伏期会缩短，也就是说我们的快速动眼期可能出现的会比平常早一点点。那第二个是整个晚上的快速动眼期睡眠的时间会拉长。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快速动眼期的密度可能会增加，也就是说出现的次数会变得比较频繁。然后另外是第一个快速动眼期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拉长一点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张投影片讲的一个正常的睡眠的生理结构。在正常的睡眠结构里头，我们第一个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通常是在睡着90分钟后会出现第一个，那时间通常会短一点点。到了下半夜呢的快速动眼期的时间会拉长。但是在这些忧郁症的病人身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改变。那所以我们从睡眠剥夺的研究可以看到说睡眠剥夺的确对于我们的情绪会发生一些影响。那相反的，我们从一些已经有了情绪疾患的病人身上，我们回过头去看，也会发现说他们的睡眠结构会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因此我想我们可以在大胆的推测说，可能快速动眼时期的睡眠跟我们的情绪真的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做一个摘要跟总结。那个摘要跟总结就是睡眠剥夺可能会导致我们情绪的失调，而且也会增加我们的冲动性。那另外就是快速动眼时期的睡眠其实跟我们情绪性大脑的功能也有很大的关系。